说到种秋菜，我还记得第一次种植时，等西红柿、黄瓜等夏天的蔬菜拉秧后，无菜可种的尴尬。一是完全不懂得除了春天、秋天还可以再种一轮蔬菜；二是想种的时候，发现商店里的种子早都收摊了，所以只能接受菜床无菜可种的遗憾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分享菜园种植的好几个视频里，一直都建议大家要提前备好足够的种子。我发现今年7月刚过，很多商店里卖种子的货架已经找不到了，比往年早了好几个星期时间。这是因为现在种菜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使种子都卖断货了吗？现在天气已经渐渐转凉，进入蔬菜种植的第2个黄金季节，种菜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时机。同样的蔬菜与春天种植相比，在秋天种植不易抽苔，虫害少，更易于打理。其实适合秋天种植的蔬菜有很多，有的生长周期比较短的，约30到50天，如油菜、生菜、茼蒿、香菜、樱桃萝卜、芝麻菜、金水菜、鸡毛菜等等。有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，3个月左右，像大白菜、莴笋、大白萝卜。因为家庭菜园种植面积的局限，加上多伦多气候的因素，我会尽量多的选择生长周期短的秋菜来种植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有限的空间来种植更多品种的蔬菜。现在我带大家去我的菜园看看，到了8月我都种了哪些秋菜吧。今年4月第一次在暖棚里育苗，地够宽敞，非常任性地撒了些种子，一不小心培育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生菜苗，成了地地道道的生菜大户。这些生菜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超喜欢。到了7月底，很多都抽苔了，所以我拔了秧，重新种植第2波生菜。除了这些生长期为40-50天左右的各种嫩叶生菜，秋天特别适合种植一些结球生菜，直播就好，可以每间隔2周种一批，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生菜采收。你可以买现成的这种混合好的沙拉种子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各种嫩叶片的沙拉种子混合在一起种植，然后你也会收获我这样的一筐惊艳迷人的沙拉菜筐，成为菜园里的一道风景。在我的种植筐视频里有介绍过这个沙拉菜筐的种子搭配，我把视频链接放到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了解一下。和生菜一样，今年我的羽衣甘蓝同样是因为在暖棚里育苗的太多，种的是浩浩荡荡。当然我们家人超级喜欢是首要原因。羽衣甘蓝是2年生蔬菜，考虑到要把它们保留过冬，而这个菜床种植的南瓜和鱼刺瓜等到秋末拉秧后根部特别粗壮，会影响旁边的羽衣甘蓝，所以我决定换一个菜床再直播一些羽衣甘蓝。在我的种植筐里还有一些羽衣甘蓝，足够我们这段时间使用。你看，即便开春前我花费了很多时间规划我的8个菜床，但还是会发现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随着一年一年经验的积累，一步一步的改进完善，我相信来年我的菜床布局会越来越合理。羽衣甘蓝非常耐寒，去年我种的羽衣甘蓝一直到下雪天都可以采收，等到来年的开春，越冬的羽衣甘蓝又可以成为我们最早采收的蔬菜。有不少朋友留言担心我种了这么多的蔬菜怎么吃得完。以羽衣甘蓝为例，我女儿 Jasmine 就想到了把羽衣甘蓝打成汁，做成浓缩冰块冷冻，每天打蔬果汁的时候就加1-2块和其他的蔬果一起打成绿拿铁，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，这样种多少羽衣甘蓝都不用发愁。重点是自己种的羽衣甘蓝绝对比超市里更胜一筹，你试过就知道了。春天我在室内育苗的黄瓜已经结满枝头了，现在我又在每颗黄瓜旁边埋了种子，每穴播2粒种子。黄瓜属于喜温作物，种植发芽温度为25到30度，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32度左右。秋黄瓜最好选择生长周期短的品种，等春茶黄瓜拉秧后，正好秋黄瓜可以迎头赶上。在黄瓜菜床的这个空隙，我补种了苋菜。苋菜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，春秋都可以种植。它的生长周期短，生长速度快，基本上1个月就能长一茬。
耐寒、耐旱、耐湿、耐高温，而且虫害也少，种植非常简单。我在开春已经种过一茬苋菜了，现在正好种第二茬。等到植株长到10厘米左右时，可以做掐头处理，从而促进叶芽的生成。在肥水充足的前提下，苋菜也就进入了快速的营养生长阶段。一般掐一茬嫩梢，3天后就可以再次采摘。等平均温度降到20度以下，苋菜才会停止生长。所以种秋菜，苋菜特别值得推荐。芥菜在春天、夏天和秋天3季都可以种植，从播种到采收需要35天左右，可以陆续采收4到5次。芥菜的种子特别细小，可以采用撒播的方法，将芥菜种子均匀地撒播到土壤表面，然后覆盖一层细土，最后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这个菜床的4个角落立体种植西葫芦，留出了很多空间。原有的生菜全部采收之后，我把翻好的地分成了4块。我特地把同一家族的紫飞油菜和上海青的种子混合，种到了这个对角的地里。它们一个是紫色的叶片，一个是绿色的，生长周期为40天左右。等蔬菜长成之后，紫色和绿色的油菜相间生长，并且对角分布在这个菜床里，应当会很漂亮。另外2个对角，我种的是乌塔菜和球花甘蓝。乌塔菜是结球白菜的一个变种，它的叶子浓绿，菜心平铺着生长，踏地而生。它喜欢相对冷凉些的气候环境，生长期最适合的温度为18到20度。种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足够的株距和行距，约30厘米。秋天是种植乌塔菜的最佳季节，霜雪后味道更鲜美。球花甘蓝是一种长着深绿色、有一点点苦涩叶子的蔬菜，它的根茎和小花蕾都可以食用。它的外观有点像菜苔，是意大利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蔬菜。我们家对球花甘蓝的了解和喜爱源于 Jasma 做的一个名为 Green 的视频。他看到了一位大厨做的菜肴的摄影作品，很是喜欢。在只有食材名称介绍，没有具体烹饪方法的前提下，他复原了这个大厨的作品，里面用到了这个球花甘蓝。我还记得当时跑了好几个超市才买到它，并且当时这个蔬菜卖得很贵。为了不停地尝试和调整菜谱，我们一次一次地去购买这个球花甘蓝，所以后来看到有它的种子出售的时候，就毫不犹豫地买回了家，把它种到了我的菜床里。球花甘蓝的生长期是60天，种植时间从霜冬日结束后的初春，一直到冬天的第一次霜冻才结束。温度高的天气要注意采收，避免抽苔。入秋之后种植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，建议试试。秋天种植番薯叶，可以直接去超市买一把番薯叶回来，摘去一些叶片，留3-4个节点和几个叶片扦插就可以了，很容易成活，可以反复采收。我很快会上一个立体种植番薯叶的视频供大家参考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先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上传的视频了。我的这个频道主要分2大块，一是美食部分，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低碳低脂瘦身餐，一些简单易做又美味的健康菜谱，我在厨房积累的一些经验。2是我的小菜园种植的一些体验，包括把我种植的蔬菜料理的方法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关注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红菜苔炒腊肉一直同阖家团圆的年夜饭大餐紧紧关联，是年少时家的味道。品尝过一道道鸡鸭鱼肉之后，红菜苔炒腊肉会压轴登场。色泽艳丽、质地脆嫩的红菜苔和腊肉一起快炒，堪称人间美味，让我们回味无穷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红菜苔出售，所以自己种植势在必行。现在正值播种红菜苔的季节，种子撒到地里很快就出苗了。它们长大后植株很大，需要足够的生长空间，株距需要20到30厘米，到时候我会适当间苗。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采收红菜苔的那天。
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拔莴笋的视频，和我一起体验拔莴笋的快乐。现在又到了种秋莴笋的季节了，我当然不会错过。拔莴笋的视频链接我放到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了，有空去看看吧。很多朋友告诉我说，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手都痒痒了，好想和我一起拔莴笋。小叶茼蒿可以在春秋两季种植，它的生长速度很快，30-40天就可以采收了，并且耐寒。我除了在土里加了我的自制堆肥，从播种到现在长这么高都没有追加其他肥料。采摘以后，上面的叶子还会长出新的，可以持续采收。看看我这些茼蒿多么的鲜嫩。甜菜根是一种色彩鲜艳、性凉爽的季节作物。我在早春开始种植了第一轮甜菜根，它其实可以每2到3周进行一次连续种植，直到仲夏。它可以在霜冻和接近冰点的温度下存活，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秋菜种植。甜菜根的品种有很多，你可以尽量选择生长周期短的品种，差不多50天左右。如果你嫌一粒粒撒种子需要考虑株距、行距比较麻烦，可以像我这样直接购买种子条进行种植，用土覆盖后浇透水就行。我喜欢种甜菜根，一是基于它的超级营养，二是喜欢不断采收它鲜嫩的甜菜叶吃，作为我瘦身的秘密武器。你可以点击这个甜菜叶的视频，更多的了解它。去年我的这个视频上传之后，有不少观众给我留言说，他们有了种植甜菜根的打算，说不定你看完了我的这个视频之后也会行动。秋天特别适合种植各种萝卜，把它们种植到全日照的地里，只要注意保持间距和充足的水分，就会生长得很好。樱桃萝卜生长期最短，25天左右。除了常见的红色，樱桃萝卜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选择。秋天种植白萝卜，我选择的是生长周期为50天左右的这个品种，很快就会出苗。你看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萝卜多么可爱。胡萝卜的生长周期会长一些，约75天，这种彩虹胡萝卜特别值得推荐。以我的经验，芹菜也是家庭菜园最值得种植的蔬菜之一，从开春可以一直采收到秋末。芹菜属于生长周期长的蔬菜，需要3个月时间。秋天种植芹菜，可以去超市买几个芹菜回来，从根部留约10厘米，像这样插几个牙签，让根部浸泡到水里，很快就会有芽长出来了。注意隔2天就要换一次水，水刚刚没过根部就好，然后将长出芽的芹菜种到地里就好了。20多天就可以采收。每次从外围剪下芹菜的茎干，然后芹菜会一直不断的生长，一直可以吃到菜地拉秧。相信喝芹菜汁瘦身的方法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？芹菜种多了吃不完，同样和羽甘蓝一样，可以打成浓缩冰块速冻起来。除了上面介绍的18种我种的秋菜，另外我还种了香菜、茴香、菠菜、芝麻菜、牛皮菜、鸡毛菜、豆角、豌豆苗，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所有的秋菜都是直播到地里的，我们每天打理菜园都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我会选择最为省时省力的方式，直播最为便捷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地不够，提前在盆中育苗，等菜地空闲出来之后再移植，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这样和时间赛跑的做法也是很明智的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像一些根茎类的蔬菜，如甜菜根、白萝卜、胡萝卜，应该直播到地里，移栽会有损伤根部的风险。其实可以种植的秋菜还有很多，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所在地区的气候状况选择相应的品种。希望大家都收获满满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记得订阅和点赞吧。我们下次见。